爆料的环节又来了，这次我们依旧根据采访问答捞点坑，同时扩大一些潜在的可能，展望一下乌漆嘛黑的未来。Hey guys，Pete 人嘛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前几天钢铁监控侠采访了 Jeff Bond， 提出了一些系列中的疑问，我们这次就其中的问题展开探讨一下。虽说有点迟了，但终于是熬过了牛马时间来到了周末，想必你们也是吧？好了，那我们直接点赞开始。第一个问题问到了75集到77集，是刻意为观众讲述联盟与厕所的联合吗？那这段故事的情节是否讲完呢？下一个情节又是什么呢？直接3连问，这发蹦标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那么一点。这段情节让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联盟与厕所的战斗必须停止并尽快合作，这样一来，双方都能在彼此的优势和资源中获利。这个回答就与之前有个问题很像，联合后的大联盟可能会互补双方的缺陷，相互间就有可能出现不属于自己的阵容的科技，属于是科技点互点了。就比如之前曾展示过泰坦电视，它拥有的高度相似泰坦监控的能量盾，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，四方阵营的东西出现在另一方就不足为奇了。回到问题的本身，看似3连问，实则得到的答案呢，可能只是第一问。而这段故事情节是否讲完，下一个又是什么，仍然是未知的。但我们可以再根据现有的线索大致推测一下，现今影响人的动态仅存在台词之中，他们正在丰富自己的实力，而在正式出来前，只能作为一个潜在的不确定力量。监控人呢，他们刚完成了第3代的科技迭代，险些一波葬送，这就有那么一丢丢的像孙子兵法中的兵之6败的败北，将不能料敌，以少合众，以弱击强，兵无选锋。当然这只是比喻啊，他们在泰坦下的沉迷，在缺失顶梁柱的情况下，又意气用事，还缺乏对天文派系的认知。还好泰坦电视阻止了事件的发生，那他们最先要做的就是要稳住人心，或者说士气，保存实力，不要再因为愤怒做出不理智的判断或行为，比如内讧、消极无视纪律等等。所以监控的动向接下来应该是收拢溃军，比如77集全集版这样，然后听从电神之前所指的分析样本，同时做出对不对称战斗的规划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从样本中增强实力，最后等待时机或者泰坦再重新加入战斗。然后是电神，这个不用多说，差点一锅炸了。在失去泰坦电视之后，他们可能只能做些幕后工作了，而接下来的舞台，我猜测可能要交给音响人和老基，故事也就可能围绕着他们展开。当然这也是后续的事情了，这哥俩都还藏着掖着，保不齐会有惊喜等着我们。深入了就不过多探讨了，因为接下来的剧集应该是季版，会在现有的剧情中补充内容，就不再预测太后面的事情了。回到采访的下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曾经提到过的81集可能会出现新阵营的话题，但得到答案是没有参考价值的。换个视角来看，你是 Jeff Bond 的话，临近的剧集都可能因为计划的变更而修改，那81集的内容你能确定些什么呢？更别提现在离81集中间还隔着整整1季呢。对于这点，我觉得在理论上还是难以过早下定论。无论是74集所看到的未知人物是谁，还是新阵营会不会是 PC 的问题，现在的线索来看还是太少，因为那东西到现在也仅是出现了那么一瞬，而不像电视人曾出场时多个伏笔的暗示。不过退一步讲，如果真的有新阵营，且与电视人曾经出场的伏笔规律一模一样，那就不是他的风格了。万千参考找规律，无奈这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作者，他总有一些新鲜的呈现方式会带给我们惊喜，这也就是我深爱这部动画的原因之一。也许是琢磨多了，感觉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这份蹦的明确否定，可能带有更深层的含义。不得不说问得很好，究竟是沧海一粟还是伏笔暗涌，只能等后面再看了。下一个，我们会在80集之前中后看到泰坦监控或泰坦音响吗？这回答一样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man。看眼神，这是要回答的样子吗？很明显，依然是没有给出回答。不过我觉得问太远还不确定的问题，8成得到的就是这样不具参考价值的回答。因为现在制作的剧集已不是当年，随着制作成本的提高，制作时间也不断提高。就比如74集的事情已经是半年前了，假设用着相同的制作进度和时长，要你来预测半年后或者更久的3集后的内容，无异于半年前的你预测这个隐藏的伏笔在现在大杀四方了。但现在你看啊，都没出现。泰坦监控和泰坦音响是粉丝现阶段渴望得知的，他们都期待着王者的归来。但如果得到精确回答，与其新增未知的变动的可能增加粉丝失望潜在的风险，不如不回答。因为问答出现的差异问题也引起了许多的讨论，这个就不多提了，只需要明确一个点：采访问题仅供参考讨论，一切以实际剧集内容为主，就类似你买东西的包装上写着图片仅供参考一样。而问答和预告其实就是包装，产品怎么样还要打开才知道。因为此前
采访问答提到了80级后积极爆炸，既然不能从上个问题中获得80级左右的线索，那78、79级我们应该期待什么呢？可能不会有劲爆或补充的情节，但火和地狱肯定是有区别的。这就像我们当时在70级提到的一样，现今的剧集已经到了积极爆炸的程度，无论是画面质量、情节、角色等等。假设70级已经是一个跃迁，解锁新的潜在敌人，世界观扩大，战争升级，那未来的80级后的剧集可能就更加疯狂了。一时间我很难想到80级后的故事。按照升级来讲，难不成要上演太空战呢？假设是这样，那这几集的内容要写的东西肯定不会少。但转换想想，会不会太快了？现在还被压着打，下集的内容8成仍是如此。因为没有改变联盟的现状，是基本不可能将天文驱逐到太空的。这个就不细致的展开来讲了，本身是一个不靠边的形容词回答。在最新剧集中，天文女公爵和变种女战士有着外观上的变化，以及侧走科学家的体型。他们的变动是故事情节配合新的风格需求的设计，还是常规的改动或是升级？二者都有，有时会重新塑造改变他们的外貌，纵使有了变化，在剧情上也不会有重大改变。猜测一下，这副泵对于角色的外观改动基本是一步一步来的，从开始走来，我们见证了许多的例子，这都与他定期的维护息息相关。但这次到女公爵这直接翻身当人，成了比鸡还快的人，这无疑是疯狂了。有可能是当初在制作76集时迫于时间周期的原因而没有找到合适的模型，亦或是后来对于女公爵的样子不太满意，但规划好了升级天文袭击者，他2人刚好一起，索性就安排在了一起，同时顶着升级的由头重构了一波。当然也有可能是相反的，这2个天文的升级是在所难免的，要赋予新的能力就要有新的标志物，而这些就是。但依然还有一个说法，那就是更大的天文装甲单位来了，由于体型过大导致比其他天文来的慢些，在剧情上这样可以说得过去。如果是运输机或者母舰加装的话，完全可以早早安排上，所以不排除上面这个可能。出于严谨程度来看，无论是改变样貌的直接原因，还是剧情上的间接因素，由头都是可以轻松找到的，但这个仅为猜测，反正每次更改帅就完了嘛。下个问题，天文对泰坦电神的后续计划是什么？是立刻冲军打仗，还是站未来回炉升级？天文能永久以这个核心控住泰坦电是吗？这样即使核心移除，它仍是一个天文傀儡。面对连发问题，这副泵表示天文只是需要一台大电视机看电影。好家伙，先进的天文竟然还没有能呈现画面的东西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啊，好像目前还真没有直接看到过。唯有一次袭击者像是有个平板或者大哥大类似的东西，假设没有，那这可能真是个通讯用的装置，未来再看。虽说这个问题的回答看起来有点怪，可能有些开玩笑的成分，但也带出了一些潜在内容。如果真是这样拿来看电影的话，联盟可就更难受了。虽然现在屏幕坏了，但保不齐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来个更强的屏幕，这样泰坦电视就可以通过监控人投放画面，从而看到想要看到的东西。那对于联盟来讲，无异于成为了活靶子，尤其是监控人。不敢想后续的代价会有多大，麻烦电视科学家赶紧将泰坦电视拉黑，断绝与之联盟拥有的所有权限。虽然这样说，纵使拉黑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天文还可以通过泰坦电视研究电视科技，只要把集电视科技为一体的泰坦电视研究透，直接就可以打一个电话，瞬间就到。天方大优势，大顺风，强的一批。那如此强大的设计，对于老纪而言，在天文军中有没有他的战斗伙伴或是潜在盟友？当时这些天文单位是有意识的个体，尤其是级别更高的个体。虽说有点东西不对，但至少表示了这些天文个体并不是遵从 AI 意识的，他们有着独立的意识，想法也会不同。单看回答上的内容，看似2个完全不相关，但却又息息相关。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，意味着天文方也不是铁板一块，还有可以攻克的地方。或许其中有些个体会因为想法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，但在大致上肯定是征服的，不然也不会来到这。突破口可能也只是极少数，就比如老纪这种，虽然他有着天文方的履历，但还是因为某种原因与天文背道而驰，证明他是有想法的，而不是干当一个战争机器。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只有当老板才快乐。既然他在天文军中有着荣誉，不排除老纪除了本土以外，还有天文方追随者的可能。要是天文主宰这一走就归向老纪的话，那就厉害了，毕竟相知的人很容易惺惺相惜。不过一想到他的 baby 已经没了，所以这仅为猜测。然后是电视基地的问题，
电神是否将整个基地传送到另一个位置？这项技术是如何运作的？答案是这更像是基地内部发生的转移。这副泵是看宫崎骏的电影长大的。这项特殊技术的灵感来源于哈尔的移动城堡的魔法门，右边墙上的方块也正好对上这部动漫。地球上有4个位于不同地点的完全相同的地下基地外壳，而当电神切换基地位置从阿拉斯加传送后，纵使先前的位置暴露了遭到轰炸，事后天文也只会发现炸坏的坑和碎片，别无其他。在当时电视基地转移时，这个指针变动代表着传送的启动，有着4个不同的色块，而现在切换的是第4档，不知道前面2档是否还存在。假设还存在，那后路还有2条，但要是真的树立绝境氛围，前2个可能没了。相信不少人也看到电视科学家前面的仪器红的2块，当中或许存在关联，但根据电神艺术场来看，他们并未受到过如此致命的打击。那其他2个又是怎么没得的呢？难道是电视科学家在人类时期时研究开发传送技术后废弃了2座？这可难猜测。假设是这样，这突然出现的人类电视科学家就能说通了，但再细究下去，头脑风暴要爆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问德福鹏是怎么看待对系列厌恶和批评的群体？答案是在这些人当中，没有看到他们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合理的批评，只是盲目的跟风，属于是风往哪边吹呀，就往哪边倒。这个回答，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了。要我来说的话，我的心是上稍微比较生活是神是他们录到了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 Pix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